昨天網報完，誰家今天就不先把開播是我的日常工作，而且我每天很忙，我現在剛生第3個孩子，我樂還來不及呢，我可沾不上，我謝謝您啊！大家好啊！昨晚我刷到一小段汪總的直播，當時正好在空檔聊天，有網友在彈幕裡說他昨天網暴別人，今天又開直播。我一開始其實沒太明白什麼意思，後來去微博上簡單搜了一下，才發現原來是前小姨子的老公徐亞軍被送上了熱搜，而且一上就是好幾個。不過整體看下來，這個事情其實並沒有外界說的那麼大動靜，甚至有點讓人覺得劇情過於刻意。事情大概是這樣：2026年3月11日。台媒爆出說，徐亞軍在2025年大 S 去世之後，通過微信主動聯繫了一名20多歲的女粉絲，對方是在北京求學的台北人。他以感謝支持徐家為由搭話，還約對方見面吃飯。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，他還發了一張大 S 出殯當天的非公開照片給這位粉絲。照片裡能看到墓碑、白花圍擋、一項相框，還有一個疑似骨灰盒的木質方盒。當時他還特別強調一句：這張照片應該沒有別人有了吧？同時還叮囑對方千萬不要外傳。後來這名女粉絲把聊天記錄發到了粉絲群裡，媒體就說引發了軒然大波。但說實話，實際輿論並沒有那麼大浪花，更多是一種被推上熱搜後的熱鬧感。隨後，徐亞軍通過小 S 經紀人出來回應，說當時是因為對方懷疑他是汪小菲水軍，他為了自證身份才發照片，還把那位粉絲和小 S 工作人員拉進群裡，說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。不過這個回應裡既沒有否認發照片的事情，也沒有否認約飯的說法。接着黃春梅也出來回應，說是善良被利用，形容徐亞軍為人正派，太善良，容易被人利用，但同樣也沒有去回應照片到底從哪裡來，為什麼會被發給粉絲這些關鍵問題。後來那位被稱為阿嬌的網友又出來澄清，說所有溝通其實都是在一個3人工作群裡完成的，並不存在什麼私下曖昧聊天或者私約見面，但他也沒有解釋截圖為什麼會被流出來。事情到這裡其實就有點尷尬了。本來如果真是一個很嚴重的爆料，應該是有完整證據鏈的，比如清晰的照片、完整的聊天記錄。可是網上流傳的內容反而顯得很零碎，所謂一照全網也找不到圖片，聊天記錄的格式看起來也非常簡單。如果真是想爆料的人，一般不會用這種方式呈現。所以這場自導自演的熱搜到此結束。就是感覺每天要做企業開店，要公司，有些日子還要去餐飲大會，還要開店，還要建工廠，我真的真心覺得沒那個力氣啊，去幹這些事兒。其實老實說，就是做實業，其實真的很忙，每天有很多行程，然後很多你看各種考点，還要看店，然後線上線下，然後現在我们剛又生一個寶寶，然後還有寶寶，還有家庭，其實很忙，就跟那些沒做實業的人，但是就是你沒有事情做，不代表別人沒有事情做，腦子累，就是自己想好多事，其實挺累的。他說自己現在每天忙到連好好躺在床上的時間都沒有。很多人可能聽到這句話會覺得只是隨口一說，但如果真的去看他這段時間的狀態，其實就能理解現在的生活節奏確實很緊湊，一邊是工作，一邊是家庭，很多事情都要親力親為。在這樣的節奏下，說真的也很難想象他還有那麼多精力去參與那些複雜的網絡輿論。反而從最近看到的一些畫面裡，感覺他和馬小梅現在的狀態雖然辛苦，但整體氛圍是很穩定的，兩個人有說有笑，一起帶孩子，一起處理生活裡的事情，很多時候看起來就是普通夫妻一起把日子往前過的樣子。其實一個家庭最真實的狀態往往不是多麼轟轟烈烈，而是目標很簡單，就是把孩子照顧好，把生活過好。也正因為這種踏實和平靜，有時候反而會讓一些人看得不太舒服，因為當一個人不再沉浸在過去的糾纏裡，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上，那種穩定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答案了。很多事情不用刻意去解釋，也不用反复去回應，時間久了，大家看到的自然就是最真實的樣子。最近一直在忙着陪老婆坐月子，中间呢參加了我們邯鄲店的開業，第2天呢就飛到了泉州，我們萬達小麻溜的開業，然後去公司和安總出差。我覺得最近挺忙的哈，公司陸續在開店，然後呢很多事情要處理。確實沒什麼時間去理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啊，一些爛事兒。我覺得男人啊，還是要把工作，不管你在哪個崗位上，把工作幹好，把事業做好，你才有機會啊，才有這個能力去照顧好家人啊。然後呢，也會得到更多人對於社會的這些貢獻，對你的尊重和你的理解啊。好好幹事業，我確實沒空去搭理這些破事兒啊，也沒有這個腦子裡面也沒有這些這個叫什麼容量了啊，每天想的工作事情夠多的了。聽他說最近事情很多，店也在陸續開，公司的事情也要一件一件處理。
其實從這些細節裡就能看出來，一個人如果每天腦子裡裝的都是工作、項目、團隊、開店這些現實的事情，自然也就沒有太多精力去理會那些網絡上的紛紛擾擾。汪小菲有一句話說的也很實在，男人不管在什麼崗位上，先把事業做好，把工作做好，有能力了才能照顧好家人，也才能真正為社会創造價值。很多時候，外界看熱鬧的人會覺得輿論很熱鬧，但對於真正忙着生活和事業的人來說，那些事情其實根本占不了多少空間，因為每天要想的事情已經夠多了。說到底，一個人把時間花在哪裡，其實就說明了他現在的人生重點在哪裡。而從現在看到的狀態來說，他更多的精力明顯都放在事業和家庭上。這樣的生活雖然忙碌，但也很踏實。看看小梅想小梅了又，小梅不前天刚直播吗？不好意思。什么？你丢脸幹嘛啊？你臉就那麼小還丟臉？什麼？你臉那麼小還？媽寶不是這樣嗎？每天都要睡覺。對，他懶，他是懶得說聽我說話。其實很多人會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現象，就是當網友在直播間說想看看馬小梅的時候，她從後面突然出現一下，那個有點可可愛愛的樣子，大家都會跟着一起開心。很多人可能也會問，為什麼我們這一群人總是盼着汪小菲過得好？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態？其實從心理上來說，這是一種很正常的情感投射。很多人這些年一路看着汪小菲經歷了很多事情，從婚姻風波到輿論爭議，再到後來慢慢重新把生活一點一點穩定下來。人在長期關注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，很容易把他當成一個正在經歷人生起伏的人去看待，而不是簡單的娛樂新聞角色。當一個人經歷過低谷，又在努力把生活過好時，很多普通人會自然產生一種共情，因為現實生活裡其實很多人自己也在經歷類似的階段，努力工作，照顧家庭，把日子一點點過穩。所以當大家看到他和馬小梅現在的狀態，比如一起忙事業，一起帶孩子，偶爾在直播裡有說有笑，這種畫面其實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生活在慢慢變好的感覺。人天生是會向往穩定和溫暖的，當一個故事從混亂走向平靜的時候，很多觀眾都會不自覺希望它有一個好的發展。某種程度上，這也是一種很樸素的人性，就是大家更願意看到努力生活的人慢慢走回正軌，而不是一直陷在爭議和矛盾裡。所以很多網友其實並不是盲目站隊，而是更像在看一個普通人重新把生活過好的過程。這種心態裡既有共情，也有一點點像看朋友日子越來越順的那種祝福感。你們說是不是這樣？你說我是性情中人嗎？是，對朋友是，对朋友对家人啊各方面是，但是我对自己我就是想的特別多，我不是那種大大咧咧的人，真的不是那種大大咧咧的人，我心思很細膩的那種，每天老嘀咕琢磨，他大咧比較好，可是我就沒法大咧的，我總是考慮別人的感受，總是考慮我是不是哪兒都做錯了，但最後發現我幹嘛這樣，我就崩了。對。哦，你說就是內耗，我內耗特別嚴重，內耗比較嚴重，甲狀腺不太好，內耗比較嚴重，老是瞎琢磨。巨蟹座瞎琢磨。如果我能再選一選，我媽說我也是早產，本來是7月16號的預產期，結果非得6月27跑出來，你說說，要是7月16號生下來，我可能就不是這性格了，就偏獅子座了。我也大咧咧了，我就是不是？邯鄲看到我了，比較有禮貌。其實我平時挺有禮貌的，但爆發的時候真的是因為內心積累太多。其實從汪小菲自己在直播裡說的這些話來看，他對自己的性格其實是有一定覺察的。他一方面說自己是性情中人，對朋友、對家人都很重感情，但另一方面也承認自己很容易內耗，總是反覆琢磨事情，總擔心是不是哪裡做錯了，會不會讓別人不舒服。這樣的性格聽起來確實有一點擰巴，一邊很在意別人，一邊又把很多情緒壓在心裡，時間久了就容易在某個點突然爆發。從心理角度來看，這樣的性格往往和一個人的成長環境有關。如果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習慣通過懂事、體貼做好事情來獲得認可，就會慢慢形成一種習慣，就是特別在意別人的評價，也特別希望被肯定。再加上家庭裡如果情緒起伏比較明顯，孩子很容易學會察言觀色，慢慢變得敏感細膩，但同時也更容易陷入反覆思考和自我消耗。很多時候情緒不是突然出現的，而是長期壓在心裡，沒有被好好表達和處理，最後才會形成一種積壓後的爆發。其實在我看來，他身上還有一種比較明顯的回避傾向，就是遇到問題的時候，第一反應不是馬上溝通，而是先忍着，先放在心裡，希望對方能自己理解，或者用自己的思維去猜測對方會不會已經察覺到自己的不舒服。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瞎琢磨。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很多矛盾往往不是因為問題有多嚴重，而是因為沒有被及時說出來。如果能在情緒還不大的時候，用平靜的語氣把事情講清楚，
对事不對人，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，其實很多誤會都可以很早就化解。再複雜的關係，如果溝通是平靜和真誠的，別人往往也更容易理解，而不是等情緒積累到很滿的時候再爆發，那時候事情就很容易被情緒帶着走了。其實性格這個話題本身很大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軌跡，但一個人如果開始意識到自己容易內耗、容易回避，其實已經是在慢慢理解自己了。而很多關係真正的轉折點，也往往就是從學會好好表達開始的。其實很多時候我也會有一種很真實的感受，我們這一代80後的人，或多或少身上都會帶着一些自己的性格缺口，這並不是什麼特別可怕的事情。反而是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，很多人會慢慢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就是當你開始看不慣孩子身上的某些小毛病的時候，冷靜想一想，其實那很可能正是自己小時候的影子。孩子很多時候就像一面鏡子，把我們身上那些沒有被好好看見、沒有被好好處理過的部分，又重新照了出来。所以很多父母後來才慢慢明白，養孩子其實也是在重新養一遍自己，是在一點一點修補那個曾經沒有被理解、沒有被好好照顧過的自己。從這個角度去看，汪小菲這幾年對孩子的奔波和投入，其實也不難理解。一個人為什麼會特別在意孩子，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他完美，而恰恰是因為他心裡也有過一些缺失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他小時候父親的陪伴其實是比較少的，成長過程中更多是和媽媽張蘭一起生活，而蘭姐的性格一直都是非常風風火火，要求也比較嚴格的那一類。他自己也在很多場合說過，對兒子的要求從小就很高，這其實也是那個年代很多父母的教育方式。那個年代的父母大多數都是在現實壓力裡長大的，他們更相信的是吃苦、嚴格、拼命努力，所以在教育孩子的時候，往往也會用同樣的方式。我們今天回頭去看，當然會覺得有很多地方可以更溫和一點，但其實也很難用今天的標準去完全評價過去的一代人，因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，也都有自己時代留下的痕跡。父母那一代人能給到孩子的，很多時候就是他們認知範圍裡的全部，他們未必有機會去學習心理學，也沒有那麼多關於情緒、關於溝通的討論環境，反而是到了我們這一代，因為有網絡、有信息、有更多社會層面的討論，我們才慢慢開始意識到，原來養育孩子不僅僅是管吃管穿，還包括情緒、陪伴、理解，還有對人格的尊重。所以很多80後在做父母的時候，其實都會有一種很特別的心態，一邊在養孩子，一邊也在重新理解自己的童年，慢慢去彌補一些當年沒有被好好回應的感受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看到汪小菲現在這樣為孩子奔波、來回飛，努力把家庭維繫好的時候，會有一點點共鳴。因為很多父母其實都在做一件類似的事情，就是希望下一代在情感上能比自己當年更完整一點。說到底，每一代人都會帶着上一代留下的印記繼續往前走，但只要開始看見這些問題，開始願意改變，其實就已經是在把很多遺憾慢慢往好的方向修補了。說到這裡，其實我也想跟那些常常在我頻道裡抬槓的人說一句話，不妨換個角度想一想，如果把位置互換一下，如果你是汪小菲，你真的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嗎？很多事情站在旁邊評論很容易，但真正放在自己身上，答案往往就沒有那麼簡單了。做一個好媽媽，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相對自然一點，因為孩子和母親從懷孕開始就已經建立了天然的情感連接，這是一種生理和情感共同形成的關係。只要母親不是長期忽視甚至傷害孩子，大多數孩子其實都會本能的更容易理解母親，對母親也更有依附感。但父親的角色其實是不一樣的，父親是孩子出生以後才慢慢通過陪伴、互動、溝通，一點一點在孩子心裡建立位置的。如果一個父親一年到頭幾乎不出現在孩子生活裡，不陪他們玩，不跟他們說話，不參與他們的成長，那在孩子的世界裡，家裡那個爸爸其實就很容易變成一個很陌生的人。所以父親這個角色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反而更需要主動去經營關係。再加上像汪小菲這樣本身還在做事業的人，時間本來就被工作佔據了很大一部分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盡量安排時間陪孩子，參與孩子生活，把孩子當成生活裡的重點之一，其實已經是一種很難得的選擇了。大家如果真的去看看身邊的現實生活，其實會發現，不只是所謂的成功人士，就算是很多普通家庭裡，很多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參與度也並沒有那麼高。有些人忙工作，有些人忙應酬，有些人習慣把養育孩子完全交給母親和老人，真正願意花時間去陪伴、溝通、參與成長的父親，其實一直都不算特別多。所以很多事情，與其用特別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別人，不如先看看現實生活裡大多數人的狀態。當一個人願意為孩子付出時間和精力，本身就已經是在認真扮演這個父親的角色了。至於做得完不完美，其實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完美，更多時候重要的是有沒有那份責任心和願意參與孩子人生的態度。月月上課呢，他6點多才下課呢。今天我不記得，昨天接着，明天回家陪他們吃了飯。今天他們6點半就下課要寫作業，我們一家團聚要帶他們去吃個小便飯，一家團聚，明天開開心心。
俩大兒子一閨女，真的，我有時候都想，為什麼老天對我這麼好？我不是雙眼皮兒，我左眼一直雙眼皮兒，到這年抗眼珠子都凸出來了，所以我才戴着這個眼鏡。因為你們不是老說我說話，你看這個嘛，有點抗，快好了，我覺得應該快好了，壓力太大。很多時候，真正的生活其實就是這樣，很普通的一日三餐，孩子按時上課放學，寫作業，偶爾身體有一點小狀況，也會提醒自己慢一點，注意休息。再忙的人也會期待一家人能找個時間坐在一起吃頓飯。從汪小菲最近聊到的這些日常裡，其實也能看出他的生活重心已經越來越簡單了，就是工作、孩子和家庭。所以也希望他在忙事業、陪孩子的同時，還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。畢竟生活從來都不是完美的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也都有自己的成長痕跡。很多人這一生其實都在一邊生活，一邊慢慢修補自己。只要一個人願意承擔責任，把家人放在心裡，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很難得的選擇了。至於外面的聲音，有人理解，也有人不理解，這些其實都很正常，日子終究還是要自己過。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吧，也希望汪小菲能帶着孩子過一個輕鬆愉快的周末，也祝正在看視頻的大家周末愉快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生活。